嗨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中文课。在今天的课程里，你将学到怎么样用中文发短信来取消一个课程、会议或者见面的预约。其实我自己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比如我需要用法语或者英语取消一个课程或者预约，这封短信我应该写些什么呢？我发现大致需要5个部分。第一，称呼，怎么样称呼对方。第二，解释你要取消或者改变预约时间的原因是什么。第三，要表达歉意。第四，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，也就是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呢？第五，表达感谢以及结束语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步，称呼。称呼可以大致分成2种情况，一种是非正式的，比如和朋友、家人或者关系比较好的同事；还有一种呢是正式的，比如客户、合作伙伴，又或者是你的老师。非正式的情况下，你只需要说你好什么什么，比如你好麦克。正式的情况下呢，你需要把你改成您，说您好，比如你好王经理，又或者是你好王先生，你好王女士。如果你的老师姓王，你也可以说您好王老师。有的同学可能会问，是不是只有老师这个职业我们说您好，其他职业说你好就可以了呢？并不是这样的。你会发现人们会说你好王医生，你好王警官，你好王律师。像一些比较常见的职业，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职业，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说您好来表达尊敬。又或者某个人的工作对你来说很重要，给你提供了很多的价值，为了表达敬意，你也可以说您好什么什么。说完了称呼，我们来看第2步，取消。假设你和你的客户王经理约好了这个周3要进行一个在线会议，可是你突然要去外地出差，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发短信取消这个会议呢？你可以这么说：你好，王经理，由于公司临时派我去外地出差，因此我不得不取消本周的在线会议。请大家看一下这句话的结构：由于什么什么，因此什么什么，其实就是因为什么，所以什么。但是在比较正式的语境中，人们会用由于和因此。如果你给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或者同事发短信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说，因为公司临时派我出差，所以我不得不取消本周3的会议。但是如果这是一封比较正式的短信，你可能就会用由于什么什么，因此什么什么。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句子里的关键词汇。公司派我去出差，就是指公司派遣我去出差，公司让我去出差。去哪里出差呢？去外地出差，去另外一个城市，去比较远的地方出差。你注意到临时这2个字了吗？公司临时派我，临时就是突然让我去干什么，这不是提前就可以计划的，是公司突然让我去干什么。后半句，因此我不得不取消。不得不表示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，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只好取消。我不得不取消本周3的在线会议。为什么一定要加一个本呢？不加本和加本有什么区别吗？
如果你说我不得不取消周三的会议，我想问你是哪个周三呢？是这个周三还是下个周三呢？所以加上本这个字非常重要，本周三或者这个周三。如果是下个星期呢，你应该说下周三或者下个周三。其实还有一种更保险的办法，就是在本周三的后面加上会议的具体时间，比如2022年5月18日加上年月日，这样呢避免对方把时间搞错了。学会了这个句子结构，我们给大家一些其他的取消预约的理由，比如由于我约了牙医，由于我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，由于我要去驾校练车。驾校是什么地方呢？驾校就是指驾驶学校，它其实是专门供人们学习开车的这么一个培训机构，我们称为驾校。我要去驾校练车，练习开车。我们再来看看取消的内容，你可以取消在线会议，也可以取消课程，还可以取消你们的见面或者预约。解释完了理由，我们来看第3步，表达歉意。你可以说非常抱歉给你的工作带来了不便。如果这不是工作的原因的会议预约，你也可以说非常抱歉给你带来了不便。第4步，提供解决的办法。你可以问一个问题，请问我们的在线会议可以推迟到下周三吗？又或者提前，请问我们的会议可以提前到本周一吗？记得加上日期。但如果你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，你希望能够找机会再约他一次，你可以说看您什么时间方便，我再约您，又或者看你什么时间方便，我再约你。第5步，表达感谢结束语。你可以说期待你的回复，感谢你的谅解。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我需不需要在短信的最后加上署名呢？我发现这里有一个习惯的问题，由于在中国大家普遍使用微信比较多，我们发微信的时候是不加署名的。但是在国外呢，人们普遍使用邮件比较多，或者是 WhatsApp。当我们发邮件、发短信的时候，就会习惯性的加上署名。所以呢，署名不是必须的，你可以加，也可以不加。现在我们来完整的看一遍这封短信。您好，王经理，由于公司临时派我去外地出差，因此我不得不取消本周三的线上会议，2022年5月18日。非常抱歉给您的工作带来的不便，请问我们的会议时间可以推迟到本周五吗？2022年5月20日，北京时间下午2点。期待您的回复，感谢您的谅解。现在我们把短信的难度稍稍增加一点。假设会议的时间就是明天，可是今天晚上你要取消会议，应该怎么发这封短信呢？请大家记得，如果这是一个坏消息，我们首先要表达歉意。您好，王经理，非常抱歉，这么晚了才给您发短信，然后再解释你为什么要取消。解释完取消的原因后，还要第2次表达歉意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肯定给您的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，诸多就是很多不便的意思。我对此非常抱歉。第2次致歉后，这时你可以问下次会议的时间，请问下个星期你有空吗？请问
下个星期您方便吗？下一次的会议时间看您什么时候方便，我再约您。把主动权交给对方，让对方来选择下次的会议时间。当然，结束语还是要说期待您的回复，感谢您的谅解。现在我们来完整的看一遍这封短信。您好，王经理，非常抱歉，这么晚了还给您发短信。由于公司临时派我去外地出差，因此我不得不取消明天的在线会议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肯定给您的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，我对此非常抱歉。您看下周什么时候方便，我再约您。期待您的回复，感谢您的谅解。学习完了第二封短信，我们再给大家增加一点点的难度。当我们面对的对象不同的时候，传递的信息是不一样的，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。假设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客户，那么如果你这时要取消会议，你就需要主动承担责任。你可以在解释完取消的原因后说，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的责任，我保证不会让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。又或者你可以说，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没有做好协调工作，导致两个活动的时间冲突，我向您保证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关于是不是要主动承担责任这个话题，我相信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。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，我发现主动承担责任要好过找借口。现在我们和大家看一遍最后一封完整的短信。您好，王经理，非常抱歉，这么晚了才给您发短信。由于明天公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，因此我不得不取消我们的线上会议。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的责任，是我没做好协调工作，导致两个预约的时间冲突。非常抱歉，给您的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我向您保证，以后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请问，会议可以推迟到下周五吗？2022年5月20日，北京时间下午2点。期待您的回复，感谢您的谅解。学习完了这3封短信，我要给你一个挑战。假设明天早上我们有一堂中文课，可是你现在想发短信告诉我，你想取消这堂课，你会怎么给我发短信呢？请大家把你的短信发在视频下方。如果你想获得本期视频的字幕文稿，又或者这3封短信的书写模板，请记得点击视频下方的 Join 按钮，成为我们的会员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材料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，我们明天见。